因为我从小就有点被灌输观念是，只要不听妈妈的话就是不孝。我妈应该比较不能接受这件事。妈妈能不能接受对你来讲重要吗？不重要啊。我们这集要这样一直聊妈妈吗？我怕我妈看呢，怎么办？好，那我把妈妈逼掉。你讲到妈妈，我们就逼，可以吧？逼这样子。因为其实我最大的叛逆其实是那个没有出柜啦。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欢迎鸡蛋布丁跟 Apple。嗨。刚刚我们在狂讲我们是幼脸人啊，什么东西的。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幸福。现在我想不能聊严肃的话题，这不严肃，我们就是想要不是来宾以不严肃的，因为我们收到那个大纲或什么的、啊，就是你知道有一点就看不懂呢。一开始给我们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就这么多这样密密麻麻。然后第一句话是这样，有研究指出这样，就是先从研究下手。然后第二段讲叔本华，对，然后我们就这样，没接触过。然后他的结语是苏格拉底跟尼采。虽然说有提到这些可怕的东西，但是我们聊还是要轻松的，让大家觉得好像听到了什么，又好像也没有这样。不行吧？我们要让大家满载而归的回家啊！今天就是你说什么，我们就说是。不要，不然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来愿意给我访。OK。可其实每个人他对于幸福的定义，或是对于人生活着的。人生为什么要活着，跟各种意义的定义其实是略有不同。会丢这么多人名，是希望说看到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一个跟你的价值观是比较符合的。然后第二点是每个人都自己有一套哲学，不一定是哲学家的哲学才是对的。那希望这个主题可以轻松一点。如果我自己一个人讲的话，大家就会直接默默的觉得沉重，把它关掉。所以我希望找疯一点的人来所以这系列如果有不慎被邀请到的人。可能在我们心中，你就是有一点就是微疯的状态。好，了解，很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是到处都是疯女人这样。就说你们疯归疯，可是我觉得你们在做自己的东西上有自己一定的坚持，而且偏固执在。从小到大，对，你觉得你是一个在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师长眼中的好学生吗？应该说师长或者是父母希望我做到什么事情，我会做给他们看，但是我骨子里觉得他们是不对的，但是你还是去做了。对，我还是会去做，然后但是我会背地里就是小小就是叛逆一下。做 YouTuber，这是符合他们期待的吗？不是尤其是我妈吧，她就是比较传统一点，我妈应该比较不能接受这件事。妈妈能不能接受对你来讲重要吗？不重要啊。所以就没差嘛。我真的完全不 care， 没差我们这集要这样一直聊妈妈吗？我怕我妈看呢，怎么办？不会，你妈应该不是 TA 啦。她同事会传给她，我真的很紧张好，那我把妈妈逼掉。你讲到妈妈，我们就逼，可以吧？逼这样子。今天我觉得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怎么长大，长大之后的幸福。因为就是我其实也是到了当妈妈之后才开始学习独立，不然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长大，然后一直没有独立出来。独立分非常非常多个面向嘛，对，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搬离开家里。当然，我到美国住是另外一回事，对。可是只要在台湾，我就都是在家里。我諮商有一大部分的课题其实是家庭有关。虽然我没有什么创伤，可是我对于要独立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有困难。对，因为我从小就有点被灌输观念是，只要不听妈妈的话就是不孝。所以我理智上知道这件事情整个逻辑不太对，可是心理上我只要有一点小叛逆我就会有很强的愧疚感，就是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啦。就是我相信很多小孩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会有一个怎么办，我今天想要做的这件事情跟我妈妈的决定不一样，那该怎么办？虽然我们现在都已经18岁以上了，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应该要听妈妈的呢，还是应该要顺着自己的心？我自己长大的经历是这样，就是只要我爸妈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是我不太认同的，我就会希望我长大的过程中不要做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事情。比如说谈恋爱也是，就比如说我妈可能个性比较强硬一点，那我可能小时候就常常听到他们会吵架，
然后我爸就是属于那种一直跟他求饶，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这样。我爸也没有觉得他是错的，只是他觉得只要有一个人放软，这个家里就不会吵架了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这样是不对嘛，因为我个性就是很喜欢去辩驳的人，我就会觉得明明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好好的讲清楚，但他们死都不讲清楚。那这件事就影响到我后来跟我男友交往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初期也非常爱吵架，然后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像到我妈本人，因为我真的太爱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气他，我妈就会讲一些真的就是气话，然后我就发现我居然被她影响，就我跟我男友吵架的时候，我也会气到他抓狂，然后对我大吼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奇怪，我在干嘛？我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这样？我就开始从那一刻起开始检讨我自己，说我是不是开始做跟我妈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小时候明明就也很讨厌，然后我就去检讨说，好，我不可以这样。虽然我需要情绪发泄或什么，那我就会学习跟我男友沟通，就是可能吵完架，但是我们马上要和好。所以我们两个处理方式就是门都要关起来，这样。现在就在这个空间吵完，所以我后来就学会说，我要跟我男友好好沟通，说我当下为什么生气。这件事我好像从来没有做过，我就是跟我男友交往之后，我才开始学会说，我要告诉另外一半说，我现在生气是为了什么生气？因为你刚刚讲什么话，还是做什么举动让我生气，所以我刚刚不小心就是爆炸。超正面的你真的很有那个自我諮商的这个特质然后非常厉害。我真的就这样子之后，我就跟我男友就是还是继续吵，但是我们都会很快就和好。因为你竟然看得到你现在的行为模式是有像你母亲这样子的，对，因为我是到諮商之后我才发现真的假的？因为我妈只要生气就不讲话，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是正常的方式，所以我只要生气我也不讲话，我也是，我就是各种冷战，直到我諮商之后发现，咦，原来我是像她一样，之后我才发现，我只要不想讲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写。用写字的，对，因为我真的就是不想讲，但是我把它写完之后，我写完之后，然后自己再看一遍之后，觉得我好像这边有道理，这边没道理，然后我就会把情绪的字把它拿掉，对，然后之后寄出那个 email， 写家书，对，就是 email， 就是寄去跟我吵架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冷静下来看一下自己，比如说在吵架方式，或是对另外一半的方式。有没有不小心就是学到了爸妈的沟通方式？没错，这蛮值得学习的。谢谢啦，自我觉察，自我觉察之后，他还有做出怎么样去改善这件事情，还有跟对方沟通。哇，好值钱哦！就是你的头脑真是好。他很聪明，不要这样说，真的。我们来访他，对，让他讲一下。然后今天就说我的家庭就是非常健全，没什么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开心。我跟你说，我今天非常期待这集，因为巨蛋布丁私底下不会跟我讲任何他家里的事。为什么这么神秘？因为我的状况就是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是跟爸爸那边，可是我觉得幸好我们家是3代同堂，对，就是我有爷爷奶奶，然后我算是有点从小被我奶奶带长大这样子。然后我从小也是个乖小孩，就是都是算顺从这样。就是我爸可能以前做了什么事，然后他可能在教育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行为上没有负责任。然后我有点像是长大之后就把爷爷奶奶当成父母一样，就是回去几乎就不会跟爸爸说话。是因为你现在还不能谅解他吗？就是我可以理解，如果每个人经过这种家庭，可能你心里多少会有一些怨恨，但我觉得不一定要解开这个结，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我找到了别条路，我跟其他家人甚至我阿嬷的羁绊可能比想象中的更深，然后我可能在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我认识了别的好朋友或是别的更重要的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因此觉得内心有一块缺乏了，这个部分也没有真正的影响到我，对。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说不定如果我不是3代同堂，我只是单亲家庭，我的人生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对，就是可能 maybe 就是走歪啊或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但就是至少我也是想要很认真的生活，然后过得开心。对，因为其实我最大的叛逆其实是那个没有出柜啦。我一直以来都很乖，可能某种程度也是。对，他最大的叛逆就是同性恋啊。
对，这是我2大家庭的，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点。这不是能控制的。对，这不是能控制的。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叛逆的事啊。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这题他完全可以回答，他就是从小的乖乖牌长大的。对，而且我觉得康永哥以前讲的很好，他说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要出柜，有时候不出柜更有周旋的余地。我觉得我在我家里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出柜，你可能在家里哇天崩地裂，甚至被赶出家门，然后不能联络，断了金源，我才不要这样，他才不要所以我都不会说开。就其实我们家算是有一点传统，所以你说我要不被影响根本就不可能。那我毕竟有离家就是出国一段很长的时间，我那时候看到的世界遇到的人跟我讲的话是跟我长大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就会很纠结，说我长大之后相信的事情跟我爸妈相信的事情不一样，那我错了吗？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我这边讲不一定是性向哦，对，我讲的有可能是金钱观，比如说你就是没有想要赚钱，这辈子就想要做义工，然后家人就觉得你疯了，这也算是一种价值观的不合，或者是宗教，我就是爸妈明明就是虔诚的佛教徒，我就是硬要信一个别的教，这样子，我就是不拿香，就是大家有没有办法在跟你亲爱的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所相信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该怎么做？就是你一定要全部讲出来吗？你一定要想办法逼到就是他们认同你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比较长大之后处理的方式？因为我们非常常收到私讯来询问我们说，他想考什么系，父母不赞成；他想做什么工作，父母不赞成；他想搬出去，父母不赞成；他想干嘛，父母不赞成。然后每天跟他讲怎样怎样怎样，他很困扰、很纠结。然后我大部分都回他说不要理他。然后这个真的是我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就是长到30岁，我觉得最好的做法。所谓的不要理他，不是说就是失联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其实喜欢用打哈哈的方式，就是我就去做吧，做了我也不会跟他说，等到他发现我做的时候，我就会说啊，当初忘了跟你说啊，这样就是我会用这种方式去化解那个尴尬跟吵架的气氛，但是我还是会坚持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不一定要正面起冲突。然后所以我都会统称这个叫做不要理他。他讲的是比较激动啦，不要理他，可是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抛弃你父母，而是说你要心里微微的用你的理智去抵挡一下。对，第一，你的人生不是你爸妈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帮你负责。对。长大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为自己负责，所以你要有那个勇气去扛下，我今天选错，我有办法为这件事情负责。你不要想要别人帮你负担责任，所以你去选别人帮你选的，因为没有办法。是，除非你家很多地，那算了，为了那些地你就选吧，反正失败你还有那些地，如果没有的话。这是你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不需要直接去面对那个问题吗？对，一定要面对吗？其实不用吧。可是小时候我们会懂这些事吗？因为小时候从小到大不是就是选择题、是非题、问答题，然后答案就是一定要切到那个答案，就一定要选一边站，不然就是错的。我跟你说，我的人生是申论题。可是那是长大之后才发现的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可怕的。因为从小有点被教育说你什么事情都要跟爸妈讲，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30几了，很多事情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都讲。可你为什么会这么晚才发现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是某方面太听话，被训练得太好了。然后虽然我在家庭以外的东西，我有办法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可是只要碰到家庭，就是我的弱点，就是我碰到家庭，我就没有办法，我就会觉得对他说什么，我对，应该是要这样子。虽然说我已经就是30几岁了，可是我觉得我到现在才真正的长出一个独立自己的想法，我比较敢去做决定，做自己，而且我比较敢微微的，好了，没有了，就是真的跟我妈吵架。我觉得我能清楚的理清楚跟家人的关系，我觉得我还是爱我的家人，但我还有办法做自己的时候，我就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幸福。没错，对，因为只要比如说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很愧疚，那你是没有办法真的快乐的。是，那你如果有办法真的活出独立的自己，就必须要了解到，而且是从内到外了解到，他们虽然不能理解我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还是互相爱着对方的。是。
因为居安布丁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就是你看不到他人生有什么烦恼，他的人生就是稳扎稳打，安安稳稳，有工作就好，然后能吃饱最好，就是然后有影集可以看最好的人，有另外一半，有另外一半，对，就类似这样。他人生无欲无求，他没有什么胸怀大志，觉得我一定要创业，我一定要赚很多钱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认识居安布丁之后，我就发现我的人生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因为我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要得第一，我就是什么事情我都要冲第一个，我不可以跑输人家，我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一定要赚很多钱，然后我一定要就是短时人家几岁就是赚到多少钱，我几岁就一定要赚到多少钱，我就是这种人。然后我这种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世界上有这种人，然后我就觉得他一定，我一开始家里很多地才会这样啦，也是没有，好了，他那个地不值钱啊，就要卖可能卖不掉。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觉得他一定过得不幸福，就是我觉得他只是懒惰，然后很跟一滩烂泥一样，然后我心里一直默默觉得布丁一定不快乐，他一定不幸福，他人生没有目标，他怎么会幸福这样？然后于是我后来跟他变成朋友，然后一起工作，然后最后变室友以后，我就发现我错了，他很幸福，他每天都开心到不行。反观就是我才是最不幸的那个人，我每天都在家里就是哀愁，然后生气，然后苦跟他抱怨说今天那个厂商又怎样，我们拍片又遇到什么鸟事，然后他就是默默的听这样，真的哦，那怎么办才好呢什么的，我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布丁可以这么幸福？这样，然后我就去看他这个人。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知足的人。他就觉得，反正我如果今天是1，我明天有2，我就很开心了。但是我们都是觉得，我今天有1，我明年要有10。你懂我那个意思？就是我完全不会去想明天有2就好，我会先想我明年要有10。所以如果我明天没有变成2，我就会紧张，我就会觉得我明年就要变成10，我 right now 还没有2，我完蛋了，我完蛋了，我完蛋了。但他就是明天有2，哇，好棒哦，真的有2，太好了。没有2，他也不会很难过，就今天没有2啊，没关系，那明天应该有吧，加油，这样。他就是会往明天想的人，我们会就是想一个很远，然后又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然后我们就拼了命想要去达成。然后我后来就开始学习这件事情，我就发现好，那我就把目标放短一点，然后也不要放那么多，因为我们就觉得，你知道，人生就是慢慢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爬。我就想说，好，我就设定这个月我只要做到什么事情就可以了。我以前都是年度，然后公司叫年度计划，今年就是第1季要做什么，第2季要做什么，然后到明年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我就开始说好，我就跟经纪人说，我们这个月就只要干嘛就好了，我们这个月有做到 A、B、C， 这样就可以了，完美这样。然后我就发现我心情豁然开朗。然后我2021之后再也没有发作过，所谓的发作就是低潮期，就我在2021之前大概每2-3个月会有一次低潮期，然后那个低潮期就是每天跟低气压一样都不讲话，然后他回到家他会发现他低潮期了，就是他回来说我回来了，知道了，没有不想吃，就人设那么低气压，然后员工也都知道我现在心情很差这样。然后我开始学习这件事情以后，我就从2021那一年开始，我就再也2020对不起，去年，所以已经1年多的时间，就再也没有发作过。所以我们刚刚从以上这么冗长的谈话里面，不是要分享故事这段会不会太捧我啊？会剪进去吧？跟鸡蛋布丁学到的就是幸福是一种状态，它不是一条通往的路。你如果要追求那个你得不到的东西，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对，那你现在已经不是说我要1到10，你现在是1到2。对，这个不是说你这个人没有动力、没有冲劲，而是你真正了解到了设定合理的目标，对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会更容易再进入这个幸福的状态，你就不会一直觉得怎么办，我就是到不了那边，到不了那边，对，因为不合理嘛，不合理，到不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设定呢？是啊，你要分清楚现实跟梦想的差别，这样你就更容易进入幸福的状态。是。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鸡蛋布丁跟 Apple 分享了这么多掏心掏肺的事情，对，好好玩哦！希望下次有机会来，我们可以聊别的。希望如果你跟你家人有一些价值观意见不合的时候，可以有一件事情，如果不要讲得那么清楚，不要坚持什么东西都要透明，毕竟你就是一个跟家人独立的个体，或许
会是比较容易得到幸福的。是没错，祝大家都得到幸福。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要追求小确幸，然后被爸妈嫌你胸无大志的话，你就给他看巨量布丁的影片。你说有一个人，有人还这样、有人就是胸无大志，过得很幸福。对，难道你不希望我快乐吗？好啊，那今天就这样啊。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